我们是怎么用？我讲给你听哦，这不要学哦。那当然，你配合久了，你就会有常配合的那个同胞或者什么，那你大概也会变得跟我一样。谁在那边每次打合约？真的不会。我们就是走进一间房子，然后他说：“那你要怎么弄？”我说：“啊，好出了，那就我这边这样，这边这样，都用纸的哦，都用嘴巴讲的哦。啊，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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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好好啊，就这样哦。啊，为什么？因为我那个同胞他自己也是自产的，他自己的房子我也去看过。我说你那个版本我也要一份，就这样啊。哦，所以我自己的心法是什么？就是你今天是要出租的，那你就去找自己也在做出租的同胞啊，就说要跟他一样啊就好了啊，对啊，又没什么问题啊。然后最主要是我们有认识，而且很熟啦。那所以熟人在也没有走到合约，也没有走到什么住保履约这样，但是你毕竟没有这样子的资源嘛，所以你在外面找你就看那个要开装潢的旅保，它 O 不 OK？我跟你讲，比较有规模的确实都 OK 那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反正要开就来开，这会变他们的 SOP。但如果你找到的是那个统包怪怪的人或者什么的，就装潢当然他天生就是要来骗你的钱，他就不可能同意你这个嘛，你自己判断一下。熟人介绍也踩雷，手写报价单直接开30万，教你怎么远离装潢蟑螂。先说结论我建议你不管跟对方有多熟，都是要走正常流程，不然最后吃亏的很可能就是你。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先求有再求好的时代过去了吗？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找熟人装潢会出事吗？这次来看一个新闻来标题我念一下：小资女新家装潢大踩雷，行家示警手写报价单母汤母汤啊。那内容是这样，就是原 po 辛苦多年，终于买了一间房子，然后职场的前辈就传讯息跟他说恭喜，然后跟他说他女儿是设计师弟弟是统包，有需要的话可以引荐双方合作。好，那接下来就很有趣了，就是设计师女儿一直都没有出现过，只有那个统包跟原 po 沟通，那原 po 也跟对方要求说要有设计图、3D 图那些的，一直被拖延。最后原 po 拿到的是一张手写的报价单，太经典了，来，这手写报价单你看一下，长这样呢。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简单描述一下，他这张报价单就是只有写品项跟金额，像油漆3万2，要用什么油漆？这个字迹还不怎么样，然后也歪歪扭扭的这样，要用什么油漆？3万2都不知道是不是做全屋的油漆都没写清楚，然后拿着这张报价单就要去跟他要钱了一张纸呢，他就要跟他要38万，结果你也猜到了装潢好的房子跟原 po 想要的画面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要知道原 po 该怎么保护自己我们先讲原 po 该怎么办，他应该是很难讨回这笔钱的，因为他去告对方很难赢啊，就算有赖的对话这个证据力也是非常薄弱的。然后如果对方跟他说他给你看的只是参考图，还是以实际的施作为准，那你要怎么办？所以我才说原 po 求偿机会渺茫。那我们就顺便来说，按照正常的装修流程，应该要拿到哪些单据我说我是正常的非常之正规的实务上这个我要老实讲，我自己也没有这样弄。来，那正规的做法的话是第一个设计契约里面应该会写清楚设计的范围跟修改次数。第二个是工程承揽契约，要写清楚承揽的工项、材料跟工期。第三个是完整的设计图，要包含平面、立面、系统跟 3D 渲染图。第四个是逐项的报价单，里面会写得很清楚，用什么材料，用量是多少，然后是多少钱等等品牌也会写。那拿到这些单据就是 OK 啦。那你们的合约上应该也会写清楚保固条款跟争议处理方式，例如说木作跟系统柜保固多久，水电保固多久之类的。所以原 po 拿到的东西实在是太过简陋了，变成说对方未来会很大的模糊空间来跟你狡辩。最后你要知道能保住装潢费用的做法，那我也讲一下有一个机构叫做社团法人台湾住宅品质消费者保护协会，这名字很长那我们接下来就简称叫住保会。这个住保会是内政部核准设立的消费者保护团体，那所以它也是受政府监管的单位你就把它看成是消保会就对了，房地产这边的，他们专注在住宅这一块。那他们有一个机制叫做住保履约，只要你去他们网站下载住保履约契约书，然后完成签约你就可以开一次就是旅保账户，你知道吗你买房子中古屋不是会进旅保吗？你装潢也可以进旅保因为这是大钱然后
验收都 OK 才打款这样。好，那就针对本次装潢的旅保账户，并且会让住保会分阶段将款项汇给装潢业者。这里有一张流程图给你参考，就是不同的验收阶段那住保会在你签名的验收单之后才会拨款给装潢业者，这样就能极大程度的保护你的装潢费用。你也不用担心说你的钱就突然他跟你要25万，然后你就给了之后他拿去哪里用，然后之后再跟你说再人不见或是干嘛，很麻烦了，就这样。那如果你们在装潢的过程中有争议，或是你不幸遇到装潢蟑螂，住保会也可以出面调停。所以如果你怕说直接汇款给装潢公司有危险的话，你可以考虑这个机制。那如果不愿意配合的公司，那就是有鬼嘛，那你就想清楚要不要跟他合作这样。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啊，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置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啊。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LINE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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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 LINE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啊。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肖店长，LINE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就你等一下会看到的广告那个汉医他们有一个就可以喊停因为你做了，你要是不喜欢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实务上很常发生的情况叫做做一做之后说我亲戚是做铝门窗，要给他做，就是要去改以前的设计就对了。如果这个室内设计它就是比方说1个礼拜之内就改好，就全部都会完成，那就没这种事情就是时间越久变数越多那一般来说的那个装潢公司也会同意啦你就要找你亲戚他有什么办法只是就会约法三章说那收尾是他要去做，你不能说你亲戚弄爆了之后是我要收尾要也可以要加钱，反正就是把这些事情讨论好。随时喊停的情况，那个汉医陈老板又跟我讲过，反正就是每个工作阶段的施工费用都会列清楚，如果对方突然就没送还是怎么样，还是金钱上有问题喊停的话，那就是把这个阶段的费用结一结就好了就不用大家硬做，然后你也痛苦，然后不开心之类。然后再来说明一下坊间是这样你真的说那我要用一个履约账户住保的履约账户的话，应该大部分就不太敢接除了一些有底的。你用履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他没有收到你的钱他就要开工，意思是他要垫钱那对于一些就资金实力比较不强的他就会退却，就会这样。那你就看嘛，哪一间敢这样子，那你给他做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再来是以装潢汇款这件事情有非常大量都是怎么样汇给个人，对不对？你有没有汇过？那汇给个人就是要付钱他给你的布置是个人的账户，这就很鸟嘛。那你至少拿个公司的收款账户来嘛。就这样各种装潢蟑螂大概都是
绝大部分都是他用个人的那个户头就要跟你收钱了，然后那个个人还不是他本人哦，可能他妈妈哦，一个老妈妈什么的，到时候出事就一问三不知，反正就这样搞，就这样装潢蟑螂。你汇款要注意，然后打合约要注意，分阶段要注意，就不太会发生那个情况。手写报价单呢，那个今天影片讲的那个手写报价单，这很猛哎，这样子它也 OK。然后再来说明一下就是装潢有所谓的层次现在不是在讲美感那些东西，而是说像我会需要的装潢，就不会是那种有需要设计师来介入然后来因为家中使用成员的需求我们没有那么麻烦，我们会需要用到的装潢就是好出租嘛那所以以好出租来说，那个标准蛮低的，就不需要去做什么采访访问之类的那就是该弄的有弄好就好，然后东西就该弄的有弄就好了，我们就不会出现什么复杂的木工系统柜。我不喜欢用系统柜啊，我都用活动的家具然后我也讲嘛，都买 IKEA 那个坏了被弄坏就是要赔我一个，然后赔那个 IKEA 的就好了，明码标价大概边整，就这样，至少我自己在配合的没有什么问题啊然后汇款也是给公司，但是合约我说真的我们是没有打就是弄好几间都给他弄，就这样弄嘛。好，那就弄，我们也是基础建设有做好那天地壁窗框灯这些东西有弄好，然后跟那个厨房厨具你有弄好之后，剩下的我们都可以自己来摆所以我们以这个我说的层次就是这样，就是我只是要好出租那我就可以做的比较便宜。那如果我是要自住我要雕砖到爆，我要怎么样，那当然费用上会差很多。那最好会有一个设计师来理解需求，然后全程监工会比较好。但实务上像我们在自产的还好呢，我们不太会动用到设计师出图渲染图、3D 图。这个我要诚实说啦就是配合久了就会变成这样，就是熟了。我自己也有可能翻车但是即使翻车，我们也有能力善后啦，所以还好我们就便宜行事这样。我们是怎么用？我讲给你听这不要学那当然你配合久了，你就会有常配合的那个同胞或者什么，那你大概也会变得跟我一样。谁在那边每次打合约？真的不会。我们就是走进一间房子，然后他说：“那你要怎么弄？”我说：“好出租了，那就我这边这样，这边这样，都用纸的都用嘴巴讲的这样，好，可以，好就这样为什么？因为我那个同胞他自己也是自产的他自己的房子我也去看过我说你那个版本我也要一份，就这样所以我自己的心法是什么？就是你今天是要出租的，那你就去找自己也在做出租的同胞就说要跟他一样就好了对又没什么问题然后最主要是我们有认识，而且很熟那所以熟人在也没有走到合约，也没有走到什么住保履约这样，但是你毕竟没有这样子的资源嘛，所以你在外面找你就看那个要开装潢的旅保，它 O 不 OK？ 我跟你讲比较有规模的确实都 OK 那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反正要开就来开这会变他们的 SOP。但如果你找到的是那个同胞怪怪的人或者什么的，就装潢当然他天生就是要来骗你的钱，他就不可能同意你这个嘛。你自己判断一下。我刚刚讲的是最顶的的最正规的手法，就是拿到这些单据那我们做了熟了，配合几个案子也都没什么大问题，就大概就是这样。而且熟了还有很多好处但是意想不到的好处包含价钱比较便宜因为它会有剩料，你知道，他会直接跟我讲说，我有剩一批瓷砖不然用在这里反正你这个之后那个柜子盖上去也是看不到，好啊好没关系就这样弄。然后一些拉高租金的技巧，他也会告诉我说你这个两房，我量了一下，我让目测把它弄成3房，做到我靠，2房变3房那可以那我们就来弄。他自己就在自产，他自己就在装潢，那就 OK 啦。反正我们认识找得到人都 OK 啦给他用那么多间呢，没什么问题大概就是这样跟你分享你也不用来问我说高雄有没有推荐这个我不敢推荐。就我们现在的案子很多，我就说了，我们是自产的，我们自产的那个，就我说是要求真的不高那个要求不高。如果你突然兴致勃勃的你要来，很难配合啦，真的很难配。你就说什么木工怎么样，我哪有木工？你就说哪边要怎样，我们哪有在怎么用？所以就好出租我整理出来的房子确实很漂亮确实使用上都没有什么问题我材料也没用烂的尤其我都用红牌呢，对1-2间房子偷工减料减不了什么料，那是人家一个案子一个建商在拉那个偷工减料才有利润反正就这样今天讲正规的方式跟实务上熟了之后的方式怎么办，那都跟你说了，参考看看。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
民众啊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